老板，我跟你说哈，楚朝华这人吧，他脑子不清醒，他不知好歹，他能够把生意做到现在，他全凭运气。我跟他是不一样的，我是有真本事，我能干。如果说老板能够让我留下来，我一定在您这儿好好的、认认真真的干，而且我滚！怎么？你明明就是楚少华派来的奸细，还在我这好好干，好好干，干个屁你！不，老板，你误会了，我跟楚少华没有关系。还敢说没关系啊？你自己刚才亲口说的，你丈夫是楚少华的哥哥，你就是他嫂子，他还能把他嫂子给开了吗？开嫂子算什么呀？那小叔子他都敢杀。是的，轰出去！不是，老板，我真的跟楚朝华没关系。我你在这儿招摇撞骗，走！老板，哎，等等，啊，你刚才说什么来着？我跟楚朝华没关系，不是这个，是后面那句。没了。他杀了谁来着？瞎说的，我没有。好，他杀了谁呀？他杀了谁呀？老板来啦！哎，那个分店的选址，您今天呀务必要去看一下了。还有和福建客商的合同呢，比去年是有点小变化的，不过你不用担心，我都已经标注好了。但是今天必须要寄出去。还有明年的这个新品，今天也要定下来了。还有明年的这个预算，咱们也要有个结果。对了，昨天我给你的那个报告，你怎么还没有返给我？已经24小时了，你可以现在给我。我能歇会儿吗？不能。我还希望今年收入翻番，这样我的薪水和分红才能拿到更多，我的食堂才能早日开起来。哎，为了你开店压榨我？文老板，有员工愿意压榨你，那是你的福气，你得感到珍惜。谁是楚少华？哎，你们干什么呀？你们不能乱闯！你们找谁啊？谁是楚少华？我是楚朝华，怎么了？你就是楚少华？有什么事吗？我是这的老板。把那女的给我抓起来！哎，你们凭什么抓人啊？那个要是妨碍公务，连你一块抓！等一下，你们凭什么抓人啊？知秋，让开吧。走开！别动啊！走。不用拖我，我跟你们走。你是不是告发了少华？哎呦，真是的，刚做的起泡。警察把少华抓走了，是不是因为你？没有的事。不是你吗？哎呀，好了，来，坐下，急呼呼的干啥呀？听我说正事。少华被抓真的跟你没关系？别少华，你老婆的事儿你到底关不关心啊？你有什么事儿？少周，我找到工作了，薪水是文氏大药房的5倍，而且老板还给了我一笔安家费。我们不用离开上海了，我们可以买大房子了，小宝可以留在上海上学了。
你找什么工作？人家的公司在上海可是数一数二的大药材公司，而且呢，老板说了让我当经理。对了，他说如果你愿意去，他给你安排个好位置。怎么可能呢？怎么不可能呢？你就说你老婆能不能干？能不能干？哎。周燕，你老实告诉我，你是不是把韶华以前的事情拿去卖钱了？啊？是又怎么样？不是又怎么样？我再问你一遍，是还是不是？不是你告诉我的吗？韶华把陈二顺全家杀了。我又没撒谎。你这是把韶华往死里坑啊！你没打我，你也敢打我是吗？楚少冲，我嫁给你没过一天好日子，要吃的没吃的，要喝的没喝的，我没嫌弃过你。你现在居然敢打我是吗？你就是欠打。我欠打。你才欠打！一个男人当不了官，发不了财。现在我能挣钱了，你居然还敢打我！你挣的都是什么钱？都是黑心钱！你还敢说你挣钱？嫌我黑心了啊？我给你生儿子的时候，你咋不嫌我黑心呢？我给你娘养老送终的时候，你咋不嫌我黑心呢？我伺候你洗衣服做饭，你咋不嫌我黑心呢？你攀上你妹了，你有钱了，你嫌我黑心？周燕，以前无论你怎么做什么事情，我都能让着你。但你现在这样害韶华，害我的亲妹妹，那真是天理不容。我楚韶忠如果再让着你，那真是对不起我楚家的祖宗了。你给我滚！楚少忠，你可别后悔。滚！警察都还在调查，这些小报记者为了自己报纸的销量，擅自给韶华定了罪，我们完全可以告他诽谤。告是最后一步，先搞清楚事情的原委。林律师，北洋政府的档案显示，当年华盛药铺的火灾现场一共发现了3具尸体，分别是陈二顺、陈母还有陈轩，这3个人其实都是在火灾发生之前就已经死亡，其中陈母和陈二顺死于刀伤，陈轩是窒息而亡。档案上有提到韶华吗？有，档案里面说，楚小姐是被土匪掳走了，半路跳崖而亡，所以呢找不到尸骨。但是6年多前，三寿帮的那个匪首二秃子不是被抓了吗？根据二秃子的口供，他们当时的确是想把楚小姐抓走，但是中途出了岔子，所以韶华是被一匹京马带走了，下落不明。那
陈母、陈二顺还有陈轩呢？这个二秃子的确承认啊，是他们抢劫并且烧毁了华顺药铺。为了报很多年前他们抢劫韶华夫妻不成，反而被韶华挟持的奇耻大辱。但他拒不承认这3个人是他杀的。但是当时这个巡警局啊，他们急于结案邀功，所以就把杀这3个人的帽子扣到了这个二秃子的头上。那这案子为什么又重启啊？据说是有人举报楚韶华才是当年陈氏灭门惨案背后的真凶，而且这个人愿意出庭作证。谁？我还没有打听到。你那有消息了吗？找了警局的时候人问了，都说是无可奉告。无可奉告，我看是欲加之罪吧。韶华的确杀了人。都还好吗？二妞应该已经跟你们说了我8年前发生的事儿了吧？嗯。楚小姐，我不管8年前确切是发生了什么，但是上了庭之后，你无论如何绝对不能认罪。如果法官追问你，你就说：“哎呀，时间过得太久了，已经记不得了。”总而言之啊，你把剩下的事情都交给我，我有把握让你脱罪。刘律师，我不想用谎言为自己辩护，也不想再隐瞒。8年了，这事儿也该有个了结。你想怎么了解？我要在法庭上，当着所有的旁听和记者，说出真相，让法律来决定我该受什么样的惩罚。现在的事情没那么单纯。是陈文顺是该死，可是现在所有的卫道人士都把矛头指向你，再加上我们这一路走来得罪的人，结下的仇怨也不少，就怕有人想要借机生事。如果你要公开这案件的事实真相，那能够承受舆论所带来的后果吗？楚小姐，不是所有的记者他都追寻真相，有很多人他们只关心的是艳情、凶杀，也不是所有的公众心里都有正义感。有的人他要的只是谎言和八卦。从我们现在的庭审策略来看，土匪灭门的这个说法，从现在的风气，从你个人的声誉上来讲，是最好的了结。这个案件会重启，是因为警方那边找到了新的证人，估计就是当年的土匪。而一个土匪的证词是很容易在法庭上推翻的，只要我们坚持，就是当年的土匪杀了陈家满门，那林律师就有把握帮助你在庭上当庭释放。你新的证人不是土匪，是周燕。周燕是谁？是我嫂子。可能她从我哥那儿听到了些什么吧。那这个事有点棘手啊。没事儿，这事我就这么决定了，你们不用管了，回去吧。少啊。至于接下来要面临的风暴或者不测，我都能承受。回去吧。
你的意思是，我们做掉周燕？对，做掉他，警方的所有指控就都可以撤销了。不行，我们用这种手段做掉周燕，万一失手的话，反而让事情不可收拾。再说，韶华想要公开事实，就是不想再带着秘密过生活。我们这么做，只是给他添了个包袱。你说的特别有道理。那怎么办呢？我们总不能任由周耀就这么诬陷韶华吧？别忘了，我们还有一个楚少忠。这样吃够不够？够。你这净吃肉，不吃点青菜？我就喜欢吃肉。文老板，爹，你怎么才回来？要不是文老板给我买吃的，我要被饿死了。爹给你买饼去了。小宝，爹跟文叔有话要说，你出去玩一会儿。哦。韶华被抓了，都怪我。周燕在哪？我能跟她聊聊吗？我也不知道，他都好几天没回来了。哎，文老板，韶华不会有事吧？官府不会让他给陈二顺抵命吧？现在还不知道，但警察有对他不利的证据。如果你能出庭作证，证明周燕在撒谎，也许能帮到你妹。其实我今天来还有另外一件事。之前你们不是说要回老家吗？韶华替你们准备了一笔遣散费，这笔钱够你们回去做点小生意，买块地，还替小宝准备了一份，特别说明任何人都不准用，要给他读书、学手艺的。原本是韶华要亲手交给你的。我这辈子对我最好的人就是韶华，可我最对不起的人也是韶华。大哥，我能多问一句吗？韶华对你们一家这么好，为什么周燕还要举报他？周燕她就是为了钱，她应该从警局领了一大笔赏金出来。可已经结案的案子，警察那不会悬赏的。可他就是突然变得有钱了，而且他还说，他现在在上海数一数二的药材公司当经理，可他根本就不懂业务，他怎么可能当经理呢？他的钱肯定是出卖韶华得来的。大哥，如果你见到周燕，帮我劝劝她吧。文老板，不瞒你说，周燕这个人已经无药可救了。不过你放心，我会在法庭上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都说出来，而且我还会跟法官说，周燕当时根本就不在场，她所说的一切都是她瞎编的。原来数一数二的药材公司是田氏药号。周二的钱是田大少给的。我还想这次警方办案效率怎么这么高啊，还把事闹那么大。田大少啊，不奇怪了。田大少可以收买周燕，我们也可以，只是看谁的价出的高而已。哎，少仲已经答应作证了，我觉得周燕不足为虑啊。现在当务之急是
要怎么除掉田大少这干扰，交给我吧。检察厅我还有些关系，徇私枉法做不到，秉公执法应该没什么问题。你要干嘛？田大少给了你多少钱？听不懂你说什么。你的头发是在响弄堂里烫的，旗袍穿的是去年的款式，包包、皮鞋都是二手的，手链是玻璃的，香水也不是进口货。田大少没给你多少钱吧？关你屁事儿！我看你这身行头啊，田大少最多给了你2000大洋，我给你4000，足够你买Miss Photo 的口红、LV 的包、巴黎的香水和 Prada 的高跟鞋，你觉得怎么样？条件很简单，只要你在法庭上不要胡说八道就行。我已经得罪了楚少华，你让我再得罪田大少啊？那我在上海还怎么待呀？只要韶华可以无罪释放，我再给你加2000大洋，足够你在任何一个地方生活，甚至出国。康二妞，如果楚朝华像你这么大方，哪有后面的事儿，是吧？法庭上说话，过点脑子啊！法官大人，这是当年华顺药铺的伙计王双喜和宋大为的证词。他们证实，楚朝华案发前和一个男子关系密切，并准备和这个男子远走高飞。这是死者陈张氏的妹妹宋张氏的证词。她证实，楚朝华在案发前，她的婆婆陈张氏反对楚朝华再嫁，但楚朝华一意孤行，两人的关系势如水火。综合以上证据，我们完全有理由推断，楚朝华为了达到再嫁的目的，杀死了阻碍自己再嫁的陈张氏、陈二顺和陈轩，并利用土匪抢劫毁尸灭迹。法官大人，我方提醒法庭，刚刚检察官所有的推断都没有任何证据支撑。你别着急，我们还有证人。法官大人，我申请证人周燕出庭作证。传证人周燕出庭作证。周燕，你和楚朝华是什么关系？我是他嫂子。好，那8年前华顺药铺被土匪抢劫和放火之前，发生了什么？你知道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不敢说。为什么？前几天楚朝华派他的朋友来威胁我，利诱我，他给了我4000大洋，让我不准在法庭上把真相说出来。周燕，我怎么威胁你了？我什么时候不让你在法庭上说出真相了？就是他，这张支票就是他给我的。他跟楚朝华从小一起长大，他俩是穿一条裤子的。太坏了，真的，你太坏了，坏透了，你知道吗？哎，你还要威胁我是吧？撕了你的嘴！岂有此理！公然藐视法庭，把他带出去。法官，韶华是好人，您一定秉公办案。别，小白，别碰他，小白，这是法庭，说话是要负责任的。小白，走。
周燕，你别害怕，你是受法庭保护的证人，没有任何人敢威胁你。说吧，把你知道的都说出来。8年前，我丈夫就是楚少忠，楚少华的大哥，他想着妹妹要离开家很长时间，想着和妹妹告别一下。记得那天晚上，他是10点钟离开家的，差不多是11点多钟回来的。少华，什么杀？他回来的时候，他告诉我说，楚少华把陈二顺和陈二顺的妈，还有陈轩，都杀了。法官大人，周燕纯属是一派胡言，楚少忠从来都没有说过这些话。法官大人，面对对方几千大洋的贿赂，周燕都没有动摇，说明周燕没有撒谎。周燕有没有撒谎，请楚少忠出来对质就知道了。法官大人，我方申请传唤我方证人楚少忠出庭作证。法官大人，楚少忠是楚少华的亲哥哥，直系亲属的证词不具备法律效力。如果按照检察官的逻辑，这位周燕是我当事人楚少华的嫂子，也是亲属，那就说明刚才周燕的所有证词都不具有证明效力了。但是，传证人楚少忠出庭。楚少忠，你有没有和这位周燕女士说过，楚少华杀了陈二顺、陈二顺他娘，还有陈轩？我从来没有说过这些话。楚少忠，当天晚上，你从华顺药铺回家之后，你和周燕说了什么？我跟他说，法官大人，楚少忠也已经被被告收买了，他根本就没有做证人的资格。你胡说什么？检察官，你在庭上说这种话是要负法律责任的。1周之前，楚少华的朋友文之秋找到了楚少忠，给了他一大笔钱，并且要求他在法庭之上为楚少华说好话。此事，楚少忠的儿子楚小宝可以出庭作证。楚少忠，我说的是不是事实？是否需要让你的儿子出庭作证？少华替你们准备了一笔遣散费，这笔钱够你们回去做点小生意，买块地。我在法庭上会把我看到的一五一十全说出来，不需要。法官大人，被告接二连三的收买证人，说明什么？说明他们心虚，而他们的心虚恰好证明我们的指控是真的。因此，杀死陈章氏、陈二顺和陈轩的真凶正是我。你胡说什么啊？是我杀的陈章氏、陈二顺，还有轩轩。大哥，那天晚上，我去华顺药铺，不是要和少华道别，而是要和他理论，凭什么华顺药铺的股份陈家能占1半？我到了以后，发现陈章氏、陈二顺正在和少华吵架，他们不许她再嫁人。我突然想到，我把他们都杀了，华顺药铺不就是我一个人的了吗？楚少忠，你胡说，明明就是楚少华杀的人。我用的是屋里的铡刀，先杀的陈二顺，给他脖子上抹了一刀。轩轩是被捂死的，陈章氏也是我杀的。具体怎么个杀法，时间太久，我想不起来了。全对上了。我正准备要杀韶华的时候，突然土匪来了，我就跑了。跑回家，我跟周燕说，韶华杀人了。其实，所有人都是我杀的。
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嗯。大哥，你为什么要这样做？从小到大，都是你在为我付出。我没本事，什么也做不好。现在只有帮你顶罪。我觉得，也许还能帮你些许吧。少华，不要哭。我这辈子，除了连累你，什么也没为你做过。就让哥为你做点什么吧，啊！大哥，你放心吧，有我跟林律师在，我一定会把你给救出去的。我当时是亲手上的门锁，能记得这么清楚，是因为我觉得那时候药效还没有发作。根据邵忠的回忆呢，当时他到华顺药铺的时候，锁没问题，但是侧门是开着的。这华顺药铺里面有哪些人跟陈二顺是有关系的？有一个叫宋大为的伙计，是陈二顺的表弟。但是当天晚上值夜的人不是他。那天晚上是一个叫双喜的人值夜。可是当我感觉意识不太清楚的时候，我叫双喜的时候，并没有人回应我。我记得我当时翻阅卷宗的时候啊，我看那个陈二顺的老婆宋平的那个证词，他那个证词通篇就是胡说八道、乱七八糟的，前言不搭后语。但是警察在问他说那天晚上那么晚了，陈二顺为什么要去华顺药铺的时候，他讲得非常清楚，他就说了3个字：他该死。他一定知道什么。但是后来警察一直就追问他，他就一直哭啊哭啊，后来就什么都没说了。大哥，有朝一日，我一定会把这池春堂再拿回来。大少奶奶，喝茶。看到您，我跟做梦一样，没想到有生之年还能再见到您。我这次回来呀，是想打听之前华顺药铺几个伙计的情况。啊，您说。有个叫双喜的，你还记得吗？他现在人在哪儿？双喜。那天晚上，宋大为突然跑过来跟我说，我爹病了，让我赶快回家。他说他帮我值夜班，我当时还挺感激他。
可等我跑了10里地回家一看，我爹好好的，原来他在骗我。后来就听说咱药铺出事了。宋二姨死了好几年了，宋家已经没人了。那他儿子呢？宋大为啊，出门做生意去了。去哪儿做生意了？不知道，有人说云南，有人说河南，还有人说他死在外边了。因为宋二姨死，他都没回来奔丧。我们村里都说，他们家一定是做了什么坏事，遭到这种报应。连他家女儿嫁到陈家庄去，都连累陈家全家被土匪杀了。你是人是鬼？我没死。你没死，没死，所有人都死了，你没死，什么都没了，你竟然没死！都这样了，你没有死。慢慢吃啊，别噎着。嫂子，不怕你笑话，自从那事儿之后，我没有吃过一顿饱饭。那陈家族人把你赶出来以后，为什么不回自己娘家呢？我回了，我娘说我晦气，怕影响我弟的运气，不准我进门。那这些年，你都靠什么过日子？最早有人给我出了个主意，让我重新找个人嫁了，可我又生不出孩子，没有人愿意要我，我就去打零工，我又干不好什么活，根本赚不到钱。后来我就去帮人洗衣服，一直到现在。那洗衣服能赚多少个钱？勉强管个半饱吧。我后面遇到一户好人家，让我住他们家偏屋，还不收我房租。那你以后想怎么打算呢？活一天算一天呗。宋平，别老吃菜喝肉，也喝点汤啊。我记得华顺药铺被烧的那个晚上，二婶他娘送来一碗鸡汤。那汤到底是谁熬的呀？鸡汤。是我熬的，但我没有下。你没有什么？我就是没有。宋平，你到底想说什么？我什么都不知道。可是，当警察问你的时候，你为什么说陈二顺该死？我说了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你知道那碗鸡汤有问题。我先走了。宋平，你知道陈二顺为什么会突然去华顺药铺，对吗？我还有一堆衣服没有洗。宋平，你知道那天晚上发生了什么？
是不是？你别问我了，我就算知道，我也不能说。为什么？你是什么人呢？你是个能干的人，你被土匪抓走了，你还能活着，还能活得这么好。我是什么人？像我这样的笨人，我能够活着，我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所以我不想，我不能跟着你折腾。宋平，来，先坐，你先坐。这件事情的真相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陈二顺已经死了，他娘也死了，所有人都死了，该抵的都已经抵了。可是我大哥楚韶忠还在监狱里。如果我找不到证据证明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什么，我大哥就要抵陈二顺的命。那你就去找证据，你不要来找我。我只想安安静静的等死。宋平，你到底在担忧什么？你知道陈家出事之后，我活得有多难吗？所有人都对我指指点点，骂我是扫把星。我走在街上，就有人扔我石头。好不容易，所有人都忘了这件事情，你又要把它翻出来。你走了之后，我怎么办？我怎么活？明白了，对不起啊，我不逼你了，你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吧。你要去哪儿？我要去一个地方，见一个人。轩，娘来看你来了，我给你带了礼物。你还记得吗？很多年前，夏叔叔给你画了一本这样的画册，你特别喜欢。但后来那本画册被火给烧没了，夏叔叔人也不在了。娘在上海又发现了这个画册的原版，我给你买过来了，你慢慢看啊。轩，你喜欢这本画册，对吗？宋平，你出来吧，我知道你一直在跟着我。原来璇璇埋在这里。宋平，我能不能拜托你一件事？你说。我以后不在这儿的时候，你能不能替我多来看看璇璇，陪她说说话？虽然这儿有山有水，有小草有小花陪着她，
可是他死的时候还那么小，我怕他一个人寂寞。我还记得那时候，轩轩除了我，他最喜欢的人就是你。我有的时候还因为他写字偷懒打他手心呢。可你从来都没有打过他，还总是偷偷的给他塞好吃的。是，你怕他牙齿坏，不让他吃糖，他就偷偷来找我。他知道我一定会给他的。他也最喜欢我抱着他，他还总说小婶儿的怀里最温暖，最舒服了。轩也最爱吃你做的饭。其实我做的没有你做的好吃，但偏偏我们轩轩喜欢。可惜了，轩轩再吃不到你做的饭了。可惜了。宋平，你知道轩轩是怎么死的吗？他是被陈二顺用我亲手给轩做的小护枕头活活捂死的。陈二顺已经死了，但是没有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，也不知道他死有余辜，更是有些人还以为他死得很冤，所以我不甘心，轩轩也不甘心。宋平，宋平，你能不能帮帮我们娘俩？我不知道。轩，娘明天呢，就又要回上海了。我以后再来看你啊，轩。娘就是希望你能答应我一个小小的请求，你能不能多到娘的梦里来见见我呀？我想看看好孩子。你没睁眼呐！哎呦，这怎么回事啊？哎呀，我的肉啊！哎呀，我的碗儿啊！你捡起来！我的肉啊！你个废物点心你啊！这水还没吃上，你个废物你！宋平，咱俩曾经不认识，但是是同一天进的陈家门。
那这就好比姐妹了。姐妹之间，最重要的就是互敬互爱，相互照顾。吃吃棒！哎呀，好呀好呀，过来过来过来，萱萱过来，我要抓住你，我要抓住你了啊！请问宋平在家吗？什么事儿啊？你好，您还记得我吗？我是以前华顺药铺那掌柜小王，我现在开了自己的药铺，叫怡心药铺，对，就在咱们东街上。我现在铺上啊有一个杂工的空缺，不知道您愿不愿意来？我1个月给您20大洋的薪水。哎，如果你愿意学点手艺，这薪水还可以涨。哎，学不会也没关系啊，只要我怡心药铺在，您就能一直干下去。我愿意，我愿意。对了，大少奶奶特别叮嘱我啊，让我预支了半个月的薪水给您，这个您先拿好。哪个大少奶奶呀？不是，哎呀，您看我一直改不了嘴，这大少奶奶就是楚韶华楚小姐。嫂子。行，那咱们明天铺上见，告辞。张婶儿，张婶儿，张婶儿，啊，张叔，宋平啊，你吃过没有啊？一块吃点啊，吃过了，吃过了。张婶儿，张叔，有个好事情跟你们说，我找到新工作了，在怡心药铺，就在东街，1个月给20块大洋。从今往后，我有钱交房租了。啊，这是这个月的房租。这个我们不能要。要的要的，这么多年你们都没有收过我房租，我这心里我一直，哎呀，我这脑子我说不出来，但我就是这么个意思。我现在能赚到钱了，这要还不给房租，我这成什么人啊？哎，宋平啊，是这样的，这么多年呐，不是我们不收你房租，而是另外有人呐帮你交房租。啊？谁呀？具体是谁呀？我们也不知道。反正上海有一位楚小姐，每半年呢，会把你那个房租啊汇给我们。嫂子。哎，宋平，宋平，怎么了这孩子？法官大人，经核查，楚韶忠的口供与血案现场的勘查报告十分吻合，而楚韶忠本人对杀人事实也供认不讳。我方恳请法院对楚韶忠给予严惩，方能整肃社会风气，凸显法律威严。来的火车晚点了，还来得及吗？来得及。被告，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？法官大人，我方还有几名重要的证人在路上，恳请您能再给我们一些时间。林律师，你这是在用拖延战术吗？此案已是板上钉钉，你拖延时间是没有用的。法官大人，此案关乎于3条人命，恳请您再给我们一些时间。给你10分钟，如果证人还不到，我们就进入宣判程序。志秋，还能不能再快一点？坐稳了。时间到，被告，
证人到了吗？法官大人，他们应该马上就到了。不等了。下面，我宣布，等一下，法官大人，我方申请传唤我方证人楚韶华出庭作证。传证人楚韶华出庭。楚韶华，血案发生的当晚，你是否在现场？我在。那你是否亲眼看到了这位楚韶忠杀人的过程？法官大人，楚韶忠根本就没有杀过人，陈二顺就是我杀的。韶华，肃静，肃静！楚韶华，你为什么不得不杀了陈二顺？当年，陈二顺串通他娘陈张氏，让陈张氏到药铺来给我送鸡汤，而那鸡汤里面有迷药。当晚，我察觉到了那鸡汤里面有异，但是我却没有想到，他们在我的茶壶里面也放了迷药，所以，我喝了带迷药的茶以后，就渐渐地失去了反抗的能力。后来我才知道，陈二顺当天是安排了人破坏了药铺的大门，他闯到我的屋里来，然后他强奸了我。利用陈的捂死了我唯一的孩子陈轩。在这后，我就渐渐地恢复了我的意识。因为痛失爱女，我就用药铺的裁纸刀杀死了陈二顺。没过多久，陈张氏来了。再之后，土匪也来了。再之后的事情，你们大家也就都知道了。陈二顺如此丧尽天良，他为什么要这么做？自从当年我的丈夫陈大顺去世，还有我的公公走了以后，整个陈家都是靠我一个人在支撑的。在案发当前，我遇到了跟我情投意合的人，我打算带着我的女儿陈轩嫁给他，然后跟随着他一起去法兰西。而这件事情被陈张氏知道了，他不甘心吧，不甘心失去我这个摇钱树，他也不愿意失去自己的孙女陈轩。而陈二顺在我丈夫在世的时候，他就对我图谋不轨，多次对我动手动脚。所以，那个时候他们两个人就密谋，用收继婚的这个主意来留住我。楚韶华，以上你陈述的全部事实，可有证人证据？我说的都是事实，并且我也有证人。她叫宋平，她是陈二顺当年的妻子。宋平亲眼目睹了陈二顺和陈张氏商量
这次如果不是你们俩，这案子不会这么快就了结了。真的要谢谢大哥，要不是大哥不顾一切挺身而出，替我们争取这个转圜的时间。咱们一起敬大哥，来。韶华呢？我就知道你在这儿。怎么了？过去的一切，终于可以彻底放下了，你不高兴？是啊，抽爆了，案子也结了，但就是挺遗憾的，一切失去的。既然回不来了，咱们就不想，珍惜当下。当下，我们当下还有什么呀？当下有钱了，有你的事业，我的餐馆，还有爱你的人。你爱我，你就没有发现，有一个人，他在默默的爱着你。他。小白，小白，来啦！好好想想。我们不是搭档吗？就算不能救你，也能死在一起，多罗曼蒂克啊！你有没有觉得我对你的态度不太一样？我在想，我是不是爱上你了？这次真的要感谢你们大家。小白，这个过程再来2个菜。敬了一圈了，就差你了。但是呢，要敬也得是我敬你啊！咱们俩谁敬谁都一样。来，敬我们的友谊。咱们俩认识13年了，还是友谊，能不能比友谊更进一步？更进一步，放松下来，亲亲，一辈子的亲人。好，来吧，一辈子亲人。背后的故事是这样的，这是我没想到的。刚去哪了？出去透透气。你还好吗？志秋，谢谢你啊。谢什么？我什么都没做啊。有些事儿你没说，并不代表你没做过；而有些事儿我没有留意，也不代表我没有感觉。这是山有木兮木有枝。是除去巫山不是云。哎，人都到齐了，咱们一起喝一个吧。好，来，来吧，来，文老板，干杯！干杯！干杯！来。谢谢。你慢着点儿，我给你洗洗再吃。大哥，一定要走吗？我跟周燕的离婚手续也办完了，
该走了。其实文氏大药房马上就要在陆家嘴那儿开分店了，我和文老板正打算把你调过去，在那儿管事儿呢。哎呀，少华，谢谢你，也替我谢谢文老板。这些天我思来想去，我觉得还是不要给你们添麻烦。有我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我当然相信，我靠着你啊，都靠了一辈子了，让我自立一回吧，啊！哎呦，我的小祖宗！小宝，哎，没事，碎了就碎了。这个年纪的男孩子正是淘气的时候。这个儿子让周燕给带坏了，我回去以后也不做什么，就安心的守着他，也许还能扳回正道上来。既然这样，大哥我也不留你了。你回去以后，帮我多关照一下宋平吧。他除了我以外，也没有什么别的亲人了。好。对了，大哥，我还有一件事儿。大哥，来。哎。咱们家的招牌。我把池春堂的招牌买回来了。你是打算重开池春堂？对，这也是我一直的梦想。哎呀，本打算再等几年，等实力雄厚的时候，再重振家业。但既然现在你要回去了，要不你就把池春堂的招牌先带回去，把它先开起来。这个招牌是在我手上丢的，我哪还有资格？还是你来开吧，也别回齐州了，就开在上海。另外，这是我一直随身带着的，这里面装的就是万灵丹的配方。现在，我正式把这个秘方传给你。太爷爷立下的规矩，是万灵丹只传子不传女的。楚家的儿子从爹那辈开始就没有一个有出息的，这个秘方在我们手上也是糟蹋。我相信你，也只有你，能将咱们池春堂重新发扬光大，让万灵丹真正的造福苍生。规矩是人定的，也可以人来破。大哥，谢谢你啊！你放心，我绝对不会辜负太爷爷当年的初心的。另外，还有件事情，如果我不告诉你，我这辈子都不会心安。你说吧。那天晚上，我不是去跟你道别的，是有人看上你钱箱里的100多个大洋，让我去偷。为了方便我得手，他在你的茶壶里下了药。周家。是他。之前，不管他对我做的多过分，我都对他留着一份情。
真的假的？当然真的。哎，韶华，哎，你等等我啊，快坐。你查到周燕的近况了？有个经常来这儿吃饭的地鳖虫跟我说，周燕现在到处在上海看房子，准备在这儿置业了。他这一单至少挣了2000大洋，买房是够。我还听说啊，她现在打扮的特别的时髦，完全一副阔太太的派头。哎，这是谁啊？他们家是开棉纺厂的，他刚从巴黎留学回来，自己开了一家公司，好像是跟洋人在做橡胶生意。但你知道他真实的身份是什么吗？什么？怎么打？你怎么知道的？就在你进门之前，他正在吆五喝鼓，要拿下一桩稳赚不赔的生意。小毛，你刚才跟我说你的生意需要多少本金来着？8000大洋。好，什么时候要？越快越好。如果明天能投进来，那当然是最好了。明天可不行，明天我得去看房子。哎，要不这样吧，明天你跟我一起去看房子，顺便帮我长长眼，然后咱们再一起去交易所。好呀，我的荣幸。